晴晴姐，你吃剩的可以给我吗？我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。天哪，雨薇妹妹，你说什么呢？虽然我长得好看，身材好，学习又好，同学、老师、爸爸妈妈连校草都喜欢我，可是你才是亲生的呀，怎么能吃我吃剩下的呢？哦，对了，你妈根本不喜欢你，说你是个坏女儿，都后悔生了你。雨薇妹妹，这么想吃的话，到垃圾桶里捡着吃。自从江青青被收养之后，她一步步笼络妈妈的心，诬陷我、排挤我。她演技太好，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妈妈都不相信我。这个家，我已经待不下去了。夫人啊，给晴晴小姐买糕订，辅导学习。她生了病啊，夫人连夜看守。夫人最喜欢晴晴小姐了。以后的家产肯定也都是交给晴晴小姐的。苏雨薇，不是饿了吗？到垃圾桶里翻着吃，是张不开嘴，还是下不去手啊？我倒不介意帮帮你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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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苏氏千金，对待我苏婉的女儿的？妈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刚才我给雨薇妹妹三明治吃，可她却说这是她的东西，我有什么资格处理，还推我扯我衣服。雨薇妹妹要是这么容不下我的话，我这就收拾东西走。夫人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管管苏雨薇。苏雨薇不识好歹，想打晴晴小姐，我们才拦住她的。妈，不是的，我只是太饿了，我3天没有吃饭了，所以才……算了，解释有什么用？妈根本不会相信我的。3天没吃饭。江晴晴，你竟然背着我这么对我女儿！妈，你打我！我可是您最疼的女儿啊！最疼的女儿，你也知道我疼你。你学习不好，我找最好的家教给你补课；身子弱，天天变着花样的给你炖补品；下雨天给你送伞；生病了几日几夜不合眼的照顾你。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背着我欺负我的亲生女儿！你这个白眼狼，你这个畜生！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苏雨薇？她挑拨咱俩的关系，你可别被她骗了。我自己的女儿，什么本性我最清楚，不像某些人，来路不正，骨子里流的是小三还是贱人的血，就不知道。妈，你雨薇，来坐。等我一下。吃吧，有妈在，快吃吧。慢点吃。来，喝点奶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咱就办正事儿。雨薇，拿着椅子，砸他，狠狠的砸。妈，你是说让我砸他？对，砸。这些年他是怎么欺辱你、戏耍你、污蔑你、殴打你的？新仇旧恨，今天全部都砸回来！有妈给你撑腰，我看谁敢拦！妈，你开玩笑呢吧？我是晴晴啊！雨薇，拿着，为自己报仇。我知道了。好疼啊！苏雨薇，你这个贱人，
我要杀了你！江晴晴，你这就喊疼了。这些年你欺负我的还少吗？开学前一天，你把我的作业撕了。把我关在厕所，朝我泼冰水。放学路上，你找小混混在路上堵我，剪烂我的衣服裤子。这些年我身上一处好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就砸了你几下，你就喊疼了。没想到雨薇竟然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而我却听信了那群人渣的谎话，伤害了这么好的女儿。不是吗？他撒谎啊！是吗？家里有监控，调出来看看就知道。但是如果让我发现你欺骗我，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只是太没有安全感了，怕您不爱我，我才抹黑雨薇妹妹的，求您饶了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爸爸已经在升学宴上等着了，要是他知道我们打了江晴晴，就是让他知道。江晴晴，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你妈，滚！好的，好的，苏阿姨。来人！他们几个是怎么欺负雨薇的？在他们身上给我10倍的讨回来，然后把他们从苏家给我丢出去。是。夫人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夫人，妈，你怎么变得不一样了？前世的今晚，江国华、赵玫瑰、江雨薇3个人举办了一场升学宴，却在宴会上，你们要干嘛？让开！你就是苏雨薇，苏婉的独生女是吧？我仰慕你好久了，要不我们玩玩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报警了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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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吧！我可以给你们钱的，求求你们别伤害我！别伤害你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们就是来伤害你的呀！爸爸，救救我！没事儿，你们继续。逆女，生了你这么个逆女！雨薇，之前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这一次，妈妈不会再让你受任何的委屈。我要让那些加害过你的人，把你身上受过的伤，在他们身上全部都复制。事情办怎么样了？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？多叫些人来，他大伯不是挺看重他的吗？把他叫来，还有他那几个闺蜜都叫来，还有他公司的同事，我要让他们都看见苏婉生的女儿有多下贱，然后他就会遭受很大的打击，他会恨透了雨薇，然后把一切都给晴晴，我再把苏婉给干掉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的好日子就来了。苏总和苏大小姐到。苏婉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刚才晴晴都跟我说了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他？怎么，
我打她还需要给你报备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晴晴是我们的女儿，是苏家的千金，你怎么……啊，苏雨薇，一定是你在这挑拨离间，还不给我过来给晴晴道歉！江国华，江晴晴不过是一个养女，苏家真正的千金是我的雨薇，你让我的雨薇去给一个养女道歉，你是不是软饭吃多了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？你在说什么？苏总不是一直很给江国华脸，也很喜欢那个养女江晴晴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是啊，还是第一次看见苏总替亲女儿骂养女的呢。你觉不觉得那个养女长得很像江国华呀？爸，您千万别为了我跟苏阿姨闹矛盾。苏阿姨，我以后会懂事儿的。苏婉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行，今天晚上很关键，我得先哄着她。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陪你，所以跟我闹脾气了？来，好吧，老婆，你公司这些得力骨干都来了，我们别让他们看笑话，好不好？你忘了今年办升学宴的目的了？江国华，你叫来我最重要的人看笑话，这一世我不会让你得逞。各位，今天我就向大家宣布我们苏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余伟，你去楼上酒店把我的文件拿一下。楼上的人已经全部被支走了，现在苏雨薇已经上去了，记住，她穿白色裙子，下手狠点。放心，我们兄弟三个保证把你的眼中钉伺候舒服了。就你们三个怎么够？苏婉霸占我老公这么多年，害得我女儿不得不叫他妈，我恨他！再多叫点人来，我要送了苏雨薇生不如死。等我当上继承人，还望两位多多支持。苏总这会把继承人的位子传给你，毕竟雨薇小姐才是他的亲女儿呀。苏雨薇，我迟早把我女儿怎么样？我什么？昨晚上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还敢在背后重伤我女儿？现在还不能让苏婉这个贱人讨厌我。阿姨，看在咱们多年感情的份上，求您给我个弥补的机会吧。好啊，今天来的都是贵宾，别给我丢人。先去把你这身脏衣服换了，正好我买了一套礼服，你去楼上换吧。真的？谢谢阿姨，我现在上楼给您换上看。苏总，雨薇小姐按照您的吩咐没有上楼，并且换好了礼服。很好，现在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苏阿姨，我不喜欢白色，下次您给我买红色的高定款呗。也不知道苏婉今天抽什么风，不过不管她喜不喜欢，都没用了。过了今晚，爸妈说了，就会让苏雨薇身败名裂。你就是苏婉的女儿？没错，是我，我就是苏家大小姐。过了今晚之后，苏家的继承权必定是晴晴的。到时候我再把苏婉给宰了，那苏家的一切就是我江国华的了。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对你死心塌地的，你真的舍得啊？那有什么不舍得？一个女人那么能干什么？她要是不死，人都以为我靠着她上位。我呸！老子靠的是自己的实力。我就知道你最厉害。江国华呀，江国华，
你以为这些年没有我的暗中打点，你能在苏氏集团坐稳总经理的位子？离了我，你该现出原形。妈，爸爸居然背叛你，我去找他。雨薇，你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靠得住，你能相信的只有你自己。今天要不是我提前发现了他们的计划，你猜今晚会发生什么？今天晚上他们是冲我来的，如果妈妈你没有发现，雨薇别怕，妈妈正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江总，我还有几个兄弟没吃饱，要不要一起叫过来？都叫过来，越多越好。4个、5个、6个，不够，再叫几个男人过来。原来上一世我的雨薇这么绝望。把保安全叫上来。爸爸，救救我！你们继续。妈，我的心好痛，好像有种巨大的恐惧感在拉扯着我，好像我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妈，我好怕，我好害怕呀！雨薇别怕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但是雨薇，你也要记住，你自己也要坚强起来，一定要有应对困难和危险的能力，知道吗？我会的，我要变得像妈妈一样厉害。走，妈妈现在带你去讨回公道。上辈子，我和雨薇的痛苦从今晚开始，这辈子也该让江国华、江晴晴、赵玫瑰这3个畜生好好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亲爱的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就给苏婉打电话，让他把晴晴还有大伙都叫上来。好，我先打啊。我真是太期待了。老婆，不好了！我刚才无意中发现，雨薇她在做下作的事情。什么下作的事情？哎呀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你还是赶快过来吧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戏开场。这楼下都是记者，要是拍到苏家大小姐夜遇石男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闭上你的臭嘴！苏总，您打我也没用啊！您自己听听，这里面现在还传出浪叫声呢。我亲眼看到苏家大小姐和10个男人在里面。我本来是想让江总把苏总叫上来，这没成想大伙都跟上来了。赵玫瑰，你不过就是江国华的秘书，再敢在这胡说八道，饶不了你！我女儿雨薇是世上最纯洁、最善良的。苏总，您打死我也没用啊！你女儿苏雨薇就是今天晚上和10个男人在里面鬼混的。不是苏婉，你是怎么带孩子的？怎么把雨薇养成一个自甘堕落、放荡下贱的人？谁说不是呢？都以为这种高门大户能养出自尊自爱的孩子，却没成想想得这么歪。该不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吧？妈，他们在说什么呢？苏雨薇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……我一直跟妈妈在一起，怎么了吗？我的雨薇在这儿，那里面是谁教出来的不知廉耻、自甘堕落的女人？大家看看就知道了。等等！哎，干什么？不能开门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怎么样？看清楚。青青！混蛋！你们都混蛋！你们干什么？青青不怕，我来了。拍什么拍？滚！不许拍！青青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宋婉挑来事儿，我才会被东西。他就是为了苏雨薇才陷害我。我只是让你上来换条裙子，可没让你在这里和男人鬼混。还有，你说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照你的说法，现在是谁该在这儿呢？苏婉，有脸说这个？青青好歹是你养了10年的女儿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害她？让她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我害她？人是仗玫瑰叫的，门是你江国华守的。你想害雨薇，却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怨得了谁？什么？居然是江国华找的人？他想害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还是人吗？你血口喷人！江国华，刚才江晴晴被人欺负的那段时间，你在干什么？爸，你说话呀！你刚才在哪儿呢？为什么不来救我？他来了，他就在门口，正满世界找男人往你房里送呢。你们明明就在外面，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？江国华，你为了苏轼不惜伤害雨薇，却让江晴晴承担了这一苦果，你满意吗？苏，原来你一切都知道，你是故意的。苏，你好狠毒啊你！这怎么能怪妈呢？如果不是你们作恶多端想害人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苏雨薇，你也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？不告诉我，就是为了我妹这个贱人。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？你告诉我了吗？这些是你自找的，凭什么怪在我身上？我全完了，是你们毁了我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青青，你不要这样，青青，你别碰我！都是因为你是你的错，都万无一失了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废物，都怨你！青青，妈妈也不想这样，青青。苏，这些都是你害的，这多容不容你？江国华，你是不是忘了你自己是个什么身份？在苏家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来饶？在苏家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来饶过我了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各位，今日让大家看笑话了。不过下面我还是要宣布，我的女儿苏雨薇将以苏氏未来继承人的名义，全权接管江国华在公司的职务。我和苏雨薇将带领苏氏重回巅峰。不，苏氏是我的，我才是苏家大小姐。苏雨薇这个贱人，她怎么配？苏氏姓苏，你江晴晴有什么资格继承苏氏？我也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爸，你快告诉他，我是苏家大小姐，苏氏唯一的继承人。江晴晴是江国华的亲生女儿，她不是养女吗？我明白了，原来江晴晴是江国华的私生女，她是把私生女带回家当养女。难怪这些年你一直纵容江晴晴欺负我，原来你早就有亲生女儿了。爸爸妈妈早就在一起了，苏婉才是介入他们爱情的小三，你才是私生女。闭嘴！谁允许这么跟我女儿说话？妈，他又打我！苏氏的继承人不是我，我装不下去了。好，咱不装了，不装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他，
你是我和国华的女儿。你们这对渣男贱女，终于是装不下去，露出本。你们这对渣男贱女，终于是装不下去，露出本性。原来江国华的秘书都是他小三儿，怪不得刚才那么护着江晴晴。这一家可真够不要脸的。苏婉，再怎么说，晴晴也教了你10年的妈，怎么能对她做这种事儿？你还是不是个人呢？这10年，你们这对渣男贱女，还有这个恶毒的养女，拿着我的钱欺负我的女儿，还想算计我的家产。现在你还有脸来质问我？今天就是你们还债的日子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跟玫瑰在一起，我也是放弃了尊严，入住了你们苏家。这些年我付出多少心血，把苏氏集团做到现在这个规模。你想过河拆桥？妹妹儿，你的尊严，你没有的东西就不要说出来丢人现眼，晦气。签了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否则明天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江国华和秘书偷情，并且纵容私生女江晴晴夜遇时。苏婉，你不要逼我！不签是吧？那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有江晴晴这个证据在，我保证过了今晚，你们都将变得一无所有。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我做的还不算绝，我告诉你。这些年你背着我做假账转公款，我都会找人调查得清清楚楚，交给治安局。各位来宾，感谢大家今晚的见证。明天我将在苏氏别墅举办宴会，正式宣布我的女儿苏雨薇担任苏氏集团 CEO 的职位。雨薇，我会给你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江国华，你们全家就等着吃牢饭。江国华，你们全家就等着吃牢饭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怎么办呀？爸，我不想去坐牢。别怕，妈已经认了千年豪族萧家的人做大哥，他苏婉算个什么东西？明天你们先去找他，我安排点事儿。晚点我再去找他。妈，你有主意了？放心，咱们不仅不会坐牢，我还会让苏婉和苏雨薇乖乖的把苏氏集团交出来。苏总，恭喜恭喜呀！雨薇小姐一表人才，有您当年的风范，苏氏真是后继有人了。各位过奖了，今后还望大家多多关照。没问题，苏总都开口了，我们肯定照办。那雨薇在这儿就先谢谢大家了，客气了，小苏总。雨薇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苏氏集团今后就要看你的了。感谢大家莅临。今天宴会的主题，相信大家都清楚。从今天开始，苏氏集团将正式交给我的女儿苏雨薇。今后还望大家能……苏氏集团还有我一半呢。苏氏集团还有我一半呢。凭什么你说给苏雨薇就给苏雨薇？我还没答应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苏家的事。你一个被我扫地出门的贱男人，没资格在这里多嘴。现在想把我扫地出门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这些年的付出可不能白费。大家评评理，我江国华当年放弃了做男人的尊严，入住了他们苏家。这10多年，我任劳任怨，在家伺候他，在公司辅佐他。可是他现在翻脸不认人，要把我和晴晴扫地出门。可我听说是你先出轨找小三，还领着私生女欺负雨薇小姐，苏总这才这么做的。就是这么说话也太不要脸了。是，我是找了小三，但是那都是因为苏婉这个女人太霸道，她天天欺负我，我这才找了玫瑰。你们也都是男人，难道你们不能理解我吗？苏阿姨，
您就算再不喜欢我，可是您跟我爸也结婚10多年了，每天早上做好早餐给您端到床上，您生病的时候给您端屎端尿，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在照顾您呀。你胡说！这些年我妈一直都有保姆照顾，她江国华根本没有把我妈当回事儿。当初我妈心脏病犯了，还是我背她去的医院。苏以为，我好歹也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找人想毁了我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的亲女儿吗？你个逆女！够了！今天是我女儿的大日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。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想让我走？没门儿！我告诉你，就算这些年我没伺候过，但是苏氏集团也有我的一份心血。去年那个上亿的订单，就是我想了无数办法才拿下来的。对，我可以证明，当初我爸就是为了陪客户，喝到胃出血，差点就把命给搭进去了。你们不信，可以到海城医院去查，那儿还有我爸签字的缴费清单呢。没有我爸，苏氏根本就没有今天。真的假的？如果有缴费清单，那就应该是真的。如果真的这样，苏总该给江总一部分财产，公是公，过是过嘛。你说的没错，海城医院的确有你签字的缴费清单，还是重症病房的药。连你都承认了。但是住进医院的人不是你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为公司付出了心血，那就让大家看看你为苏家都付出了什么。那就让大家看看你为苏家都付出了什么。去年那个单子，你借着谈生意的由头，把王总那80多岁的老父亲生拉硬拽去会所，美其名曰是给老爷子找乐子，其实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私欲，叫了3个小姐，全部都走的公司的账。你怎么会有这种照片了？当然是王总发给我，我手里的照片可不止这一张。江国华，你把一个80多岁的老人拉去那种地方，换他喝酒，害得老人家直接在会所床上脑梗倒地，差点猝死在床上。命是捡回来一条，但是却半身不遂，口歪眼斜，到现在还住在医院里。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喝的。上辈子我瞎了，才会一直给江国华兜底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他偿还他欠苏氏的每一笔债。苏婉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给公司赚过钱，不能凭这点小事儿就否认我对公司的付出。是集团的股份，你要最少分给我一半。你给公司赚过钱，先不说这些年你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用我的，你赚的那些钱，真的进了公司账户？当然进公司账户，要不然钱去哪儿？见棺材不落泪。昨晚我就让财务调查了你经手的订单，这才发现你之前已经多次私自将公款转移到海外账户，3000万只是其中一笔，累计高达3000万只是其中一笔，累计高达3个亿。没想到江国华挪用苏氏集团公款超过3个亿，胆子也太大了。这要是报治安官，能让他牢底坐穿呐！这些资料你是怎么查出来的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手脚能瞒过我的眼睛？之前只是懒得查你罢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所有罪行我都调查得清清楚楚，你就洗干净屁股等着坐牢吧。还有你，他转移的公款大部分都在你的海外账户，我会全部追缴回来。这笔钱每一分一毫都属于我的女儿雨薇。爸，怎么办呀？假的，这些资料都是假的，我没有动用公款，这都是正常开销。对，都是假的，是苏婉故意陷害您。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我是用了公款，可是这都是公司的投资，只是投资失败了而已，这些都是正常开销，根本算不上挪用公款。正常开销？江国华，你当这里在座的人都是傻子吗？妈，跟这种人没必要废话了，他就是死鸭子嘴硬，直接送去治安所就行了。保安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。苏婉，你会后悔的，都是离了我不行。苏婉，我妈饶不了你！都给我住手！我刚还在想，这
坏种和奸夫都在这儿，名副其实。没想到你现在才来。苏婉，你敢这么对我女儿和国华，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？我不过是按照正常流程，把犯罪嫌疑人和共犯送进治安局，这有什么后果我还真不清楚。不如你给我讲讲吧。我一定会让你跪下道歉。妈，你可算来了，快救救我呀！苏婉那个贱人要逼我爸净身出户，还捏造证据污蔑我们挪用公款，真的想让我和我爸去坐牢。还有苏雨薇那个贱人，一起欺负我。妈知道，妈都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帮你出气的。苏婉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放了我女儿和国华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也只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滚去治安局自首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在里面坐。这世间哪所监狱敢关我萧家人啊？苏婉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萧家的大少萧晨现在认玫瑰做干妹妹，以后玫瑰就是萧家的人，是你惹不起的人。萧家那个青年豪族，这人还真是攀不上他不得了的大势力啊！难怪呢，一个小三能这么嚣张。你说萧晨认你做干妹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苏婉，在萧家面前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蝼蚁。萧家的事儿，你没资格知道。不过，看在你替我养女儿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跪下道歉，然后把所有证据都销毁，再把苏氏集团的财产交出来，我会考虑放过你。好，你原谅我？赵玫瑰，且不说你勾引江国华的事，之前你在夜幕里酒吧陪酒，骗客户的钱去赌博，被追债追到躲进下水道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你的命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你原谅我？苏婉，你敢侮辱我，你死定了！我一定要告诉我干哥哥萧晨，他会让你们苏氏破产，让你和苏雨薇再交。萧晨要是真出手，那苏氏还真的一下就会倒。完了，看来苏总这次踢到铁板了。苏雨薇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磕到我满意为止，我或许还能饶了你。就凭你，你也配？我女儿当然配了，我可是萧晨的干妹妹，她对我是百依百顺，言听计从。我女儿让你道歉，是对你的恩赐。苏婉，你要是识相点儿，赶紧让这个小贱种按照晴晴说的做，否则萧家动手指头就能让你们母女的江城要饭。苏婉，别再想拖延时间了，要么乖乖的把财产处出，要么就等着萧家收拾你跪地求饶。萧家的名头可不是让你们这种货色仗势欺人的。你以为认了干哥哥就能在江城无法无天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发了个位置，你现在马上就过去，好好的给他们母女撑撑场子。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根头发，立刻给我弄死。出事了，我兜着。我的意思是，拿萧家压我，你还不够格。苏婉，你是疯了还是聋了？我可是萧晨的干妹妹啊！你确定萧晨是真的认你做了干妹妹，而不是在你面前扯虎皮做大旗？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你不就是看我有个可靠的后台吗？我告诉你，苏婉，萧晨可是对我这个干妹妹宠得很，昨晚上还说要给我买游艇呢。妈，你是萧晨干妹妹，那我岂不是超级豪门千金了？我要买包、买豪车、买别墅。虽然萧晨没有真答应收我当干妹妹，但萧家人答应了。苏氏集团不过是三流企业，他这种身份，这辈子都见不到萧晨本人，糊弄过去就行。当然了，我是萧晨干妹妹，你呀就是萧家大。那我以后岂不就是萧家的女婿了？这以后出门，谁不得叫我一声江爷？苏婉，你识相点，赶紧把手里的股份和财产交出来，否则萧家动，让你们母女
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倒想看看，他想怎么让我们死。小贱种，你还敢挡路，和你那贱人妈一样不知死活，敢跟我抢东西，找死！去，把你那豪门干舅舅找来，收拾我试试。妈，你快给舅舅打电话，弄死他们，我要他们死！好好。哎，哥哥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来苏家给我撑腰啊！哎，对了，顺便帮我教训一下苏婉那个贱人，她打我女儿，这就是不给你面子啊！知道了，我刚好要去那边办事儿，你等着。听见了吗？我萧晨哥哥马上就到。你现在跪下，乖乖的把财产吐出来，还来得及。我会考虑让你死的。你确定你刚才拨打的是萧晨的电话？那当然了。怎么害怕了？晚了。哥，有人冒充你欺负你妹妹和外甥女。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欺负我萧晨的妹妹和名字报上来，我让他全家在江城消失。什么？苏总也是萧晨的妹妹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奇怪了。苏婉，你好大胆，你敢冒充萧晨的妹妹？苏婉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随便找个人就敢冒充萧晨，你一个姓苏的，也配认识萧晨？就是，我们玫瑰的哥哥才是真正的萧家萧晨。等会儿我看他怎么撕乱你的嘴，我要亲眼看着你跪地求饶的样子。萧长河姓萧，到时候怎么都能糊弄过去。反倒是苏婉，她一个姓苏的，也配说自己是萧晨的妹妹。我劝你好好想清楚，刚才在电话里骂的究竟是哪？我劝你好好想清楚，刚才在电话里骂的究竟是哪个萧晨？不可能，他在诈我。萧长河是萧晨的堂弟，四舍五入，我就是萧晨的干妹妹。苏婉算什么东西？等会儿人来了，看他怎么死。谁这么大胆子？敢欺负我萧长河的人，活腻了。哥哥，你总算来了，就是他们不相信我是你和萧晨哥哥的妹妹，还仗势欺人。你看，把我女儿打成这样，他们这就是打你的脸。这是萧家的大管家吧？听说还是萧晨的表弟呢。看来玫瑰才是萧晨的妹妹。苏总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就是你吗？活拧歪了。就是你吗？活拧歪了吧？萧先生，久仰久仰，快把苏婉这个贱人抓起来，让他知道得罪萧家的下场。苏雨薇，你死定了！待会儿我要让你跪着舔我的鞋。疼，放手！萧叔，救命啊！放开他，否则我让你在江城消失。我萧长河说到做到。你想做什么赶紧做，我还得去给萧晨找他的亲妹妹，没空在这耗。舅舅还有亲妹妹？分开好多年了，听说他创了个什么公司，叫苏氏集团。苏氏集团？你们是在说我的公司吗？你是萧晨的妹妹？怎么不叫了？刚不是还要让我下跪求饶吗？继续叫啊！就凭你，苏氏集团是我妹妹呕心沥血打下的产业，你就是一个姓苏的，也配攀亲戚？我可没有你这么猥琐的哥哥。苏婉，你好大胆子！先是冒充萧晨的妹妹，现在又侮辱我长河哥哥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想弄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倒是应该警告你们，冒充萧晨妹妹的后果，你们承担不起。有什么可冒充的啊？在场的谁不认识我萧长河？谁不知道我是萧家的大管家？我说玫瑰是萧晨的妹妹，她就是。哎呀，长河哥哥，你别听他拖延时间了，咱们赶紧办正事儿。苏婉，既然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，那我倒不如给你一个赔罪的机会，交出全部财产，磕头认错，否则你就是跟整个萧家作对。我就是放在这儿，你也不敢拿。有什么不敢的
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虚张声势！我再明确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和萧晨是亲兄妹。他这么坚定的语气，还真像表哥。难道他真是表哥要我接待的人？快，再开快点！我妹妹交代事情是头等大事，要是耽误了及时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了。是，肖总。亲兄妹，你姓苏，萧晨姓萧，怎么可能是亲兄妹？当我是3岁小孩儿。我跟苏婉结婚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她回过娘家，想必是哪个山沟里的穷亲戚，现在在这想攀附萧家，你这是在侮辱萧家，是在侮辱全场所有的宾客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今天正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你也配？长河哥哥，你别听他拖延时间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让表哥打死他，财产就是我们的了。把他给我摁住，敢反抗，往死里打，打死我都斩。我看谁敢！雨薇，别怕，你妈在。别怕，我现在就砸烂你的脑袋，我看你怕不怕？我哥哥萧晨马上就到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还在做梦呢！下辈子投胎，记得别惹萧家。给我上！我看谁敢动我妹妹！放开！哥哥，我刚刚听说你要对我妹妹动手。没有，是我不对，是我该死。你是该死，不过我还听说，我还有个干妹妹，是你帮我认的？不是我，是他在外面用您的名头招摇撞骗。你混蛋！明明是你睡了我，你说我闭嘴！贱人！我什么时候睡了你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冒充家主的妹妹了？家主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认错了您的妹妹，我有错，我自罚。家主，求您饶了我一条狗命吧！就是你们几个欺负我妹妹，羞辱我外甥女，还想侵吞她的家产。行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不应该欺负苏婉和雨薇，这对你高抬贵手。家主，我们不该狗眼看人低，我都是让猪油忙了心。是江国华，他骗我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给您当牛做马，好不好？把这几个人给我带下去，交给治安官，按最高标准判，一个都不能放过他们。苏婉，看到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毕竟是一家人。妈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欺负姐姐，不应该贪恋苏家东西，求您放过我吧，饶了我吧。你们背叛我的时候，欺负雨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下场？苏婉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对。不行，放开他，放开我妈！放开苏婉、苏雨薇，你们母女俩只能活一个。选吧。江国华，你入赘到我家这么多年，我全心全意待你、信任你，把生意全部都交给你来打理。雨薇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难道你连她都不放过吗？老子娶你只是为了你的钱，至于这个赔钱，我的妻女只有母贵和亲情。放我妈走，我留下。雨薇，苏雨薇，你是忘记你妈对你做过什么了？她处处照顾我这个养女，却不知道
我是我爸的私生女呢。雨薇，对不起，都怪妈识人不清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你别管我，你快走。妈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小时候我生病，是你整夜的抱着我，是他们太坏，对你说了太多的谎，让你对我产生了很多的误会。但是我知道你没有讨厌我，你只是担心我不争气，担心我变坏。雨薇，你千万不要相信江国华，他怎么可能会放过我呢？你快跑，你快跑啊！妈，万一呢？身为女儿，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妈妈在危险中见死不救啊！雨薇，苏雨薇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，凭什么你是苏家大小姐，我却只能是个养女？现在好，我给你发现，你的一切就都是我。雨薇，住手！有什么你冲我来！住手！不要打我女儿！畜生！你们这帮畜生！啊！你们不配当我的家，不配当我的家人。带走，敢碰我萧晨的妹妹和外甥女，我让你们牢底坐穿！你不能这样！这是一家人！站住！雨薇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。妈妈发誓，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还有舅舅，从今往后，舅舅保护好你们。妈，舅舅，有你们真好。不好，那女跑了，给我追！晴晴啊，保得好，爸爸的闺女，有脸保着。学傻了，学傻了，学傻了！薇薇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要去学校吗？我来看看你啊，妈，这所学校也太棒了。等我出国之后，一定会好好读书，绝对不给您跟舅舅丢脸。好，到了国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按时吃饭，不要为了学习熬夜不睡觉。有任何事情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小事，一定要第一时间给妈妈打电话，不管多晚，妈妈都接。放心吧，妈，你呢也不要一直忙工作，等我学成归来之后就接您的班。哦，那我去学校拿东西去了。好。那我让司机送你去，这样路上安全一些。不用了，妈，我这么大个人了，你放心吧，不会丢的。拜拜。哎，这孩子。要不是你和苏婉那个贱人，我本应该是苏家千金，继承家业，去留学的人应该是我。这都是你欠我的，该还债。江晴晴，你疯了！你这么做只会罪加一等，一辈子都别想出来了。
也是你们把我逼疯的。苏婉毁了我爸，夺走了我的一切，你占了我的位置，去留学的人应该是我。苏婉，你看好了，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，想让她活着出国的话，就一个人来学校废弃器材仓库，不准报警，不准带保镖，1小时内必须到，晚到1分钟，我就割断他一根手指。妈，别来，这是陷阱，他想害你，你别把我……敢耍花样，我就撕票。贱人，想逼我杀了你？草梦，你妈那么疼你，肯定会乖乖听话的。到时候我要让她亲眼看着你出事，我要让她跪着求我。你看好了，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，想让她活着出国的话，就一个人来学校废弃器材仓库。江青青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我女儿那根汗毛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不行，不能打。江青青现在已经被逼疯了，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我对雨薇不能有事，不能。就算这真是个陷阱，就算他要我的命，我也绝不能拿雨薇的安危冒险。前世我没保护好她，这辈子就算死，我也要挡在她面前。江青青，我答应你一个人去，但你必须保证雨薇现在安全，否则我跟你同归于尽。放心，只要你听话，她暂时不会死。要是敢耍我立刻让她见血。你妈还真是听话的，可惜她马上就要亲眼看着失去你的样子，就像我失去一切那样。你以为我妈会信你的鬼话？她连江国华都能收拾得跪地求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根本玩不过她。收拾我们，今晚我就要让她苏婉付出代价，不仅要让她苏婉痛苦，还要让她把苏氏集团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废了你的手，让你当个废人。妈不会放过你这个恶心的通缉犯，你逃不掉的，等着坐牢吧！要不是你这个贱种抢了我的位置，我早该穿金戴银，被万众追捧，住别墅，开豪车，都怪你，都怪你们！做梦！妈从来没有认可过你，你的一切都是抢来的、偷来的。有趣的三观永远不配做妈的女儿，永远不配！闭嘴！有杀人绊脚石！闭嘴！有杀人绊脚石！住手！放开我女儿！苏婉来的正好，想救她，拿东西换。妈，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你快走，报警！没错，我是个疯子，一个敢杀人的疯子。再敢喊一句，我就割身你！你别动他！别伤害我女儿！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你告诉我，我都答应。站着！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直接割断他喉咙！听好了，苏婉，你现在最好撤销对我所有的指控，然后让江国华那个废物承担一切，再把苏氏集团所有的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，再让我代替苏雨薇去法兰西留学。我要他的一切全部都给我！你太贪婪了！贪婪？这是你们欠我的，不同意？那我现在就可以要。这是你们欠我的，不同意？那我现在就可以要了他的命！你住手！我同意，你要什么我都同意，我都答应你。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，免得你女儿受这些皮肉之苦。喂，把苏氏集团全部财产的转让合同现在给我送过来，立刻马上，20分钟内我就要看到。苏总，全部。别问，马上送来。算你识相，来，跪到我面前来，给我磕头，磕到合同送来为止。妈，不能跪，他不配，你快走吧，报警！你别动，我跪。雨薇别怕，只要你能安全，妈妈什么都愿意做，别说是跪，就是要我的命，妈也给。雨薇，你醒醒，你别睡。前世我没能保护住你，
这辈子就算要我的命，我也要让你好好活着。苏婉，你也有今天，快跪下来求我，像条狗一样。这才对嘛！以后的苏家玉都是我的了。这才对嘛！以后的苏家玉都是我的了。放我飞！你以为你能得逞？你当老娘吃素的？雨薇，妈妈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咱们回家啊！苏雨薇，你给我去死！小希，妈，都去死！都去死吧！妈，你别救我！不要丢下我，妈！你要陪我一辈子的，妈！救护车！救护车！雨薇，别哭，妈没事。妈，你别说话了，省点力气吧。医院马上到了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雨薇，对不起，是妈没照顾好你，让你吃了那么多苦。这一世，妈总算护了你一次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没有怪过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，你要活着，你要看着我有出息，看着我结婚，你要陪我一辈子。好，妈妈答应你，妈妈会陪你一生。妈，你别睡，妈，你醒醒，司机，开快点，再开快点，妈。雨薇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恭喜你拿到了金融博士学位。妈，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机会，如果不是你舍身救我，我早死了。谢谢你，妈，谢谢你还活着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原谅妈妈的过去，让我有机会弥补，有机会看着你发光。妈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咱们回家。妈，这幅画是我从国外特意为你挑选的礼物，名字叫做《暖阳》，就像你给我的爱，温柔又坚定。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，比妈妈想象中的还要好。不管我长多大，永远是你的女儿。以后呀，换我来保护你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跟他拼命。好，那以后妈妈就要靠你保护我了。前世我以为失去了一切，重生一回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金钱，而是身边这个愿意用生命去爱的人。雨薇，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重新做你的。